一只流浪橘猫为了报恩，30天竟送了大神2526只手套，然而它却成了人们口中的神秘手套大盗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。节目组接到一起来自工地的求助电话，工人告诉记者，最近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手套大盗，钱财食物什么这些他都不偷，就偏偏盯着他们干活的手套偷。最主要的是，这个小偷总是神出鬼没，至今都没人亲眼目睹过他作案。对此，工人们都十分苦恼，因为这个月大家的手套买了就丢，搞得所有人都苦不堪言。希望节目组可以抓到这个手套大盗。为了查清真相，夜晚小哥来到工地附近蹲点，没一会儿，一只橘猫映入眼帘。只见他鬼鬼祟祟看了看四周，在确认没人后，就一路小跑直奔工地而去。猫咪十分的警惕，时不时还停下进行侦查，一看就是要去干什么坏事。于是小哥连忙追上去，准备一探究竟。橘猫发现被人跟踪后，迈着飘逸的步伐，犹如黑夜中的行者，仅仅几秒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小哥提着手电，根本看不清他的去向。等再次发现橘猫时，他的嘴里已经多出了一只手套。这作案速度娴熟的像是混迹江湖的惯犯。小哥还没来得及追上去，猫咪就飞身一跃跳进一户人家的院子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哥就拜访了这户人家，而院子里的场景直接把小哥惊得亚麻呆住了。只见地上被他偷走的手套堆积成山，数都数不过来。难道房主大婶就是手套丢失的幕后之手？大婶被小哥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连忙解释说偷手套的事跟他没关系，然后还没一起的带着小哥找到了昨晚的那只橘猫，指着说他才是偷手套的贼。橘猫发现被指证后也是满脸的尴尬。大婶说自己每天都会收到一堆手套，一开始还以为是谁的恶作剧，后来观察才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这只橘猫。可一只橘猫为什么要偷手套呢？原来大橘在很小的时候被人遗弃，现在又生下了一只小橘宝宝。大婶看他们可怜，于是经常给他们投喂一些食物。在大婶的悉心照料下，大橘从身材苗条的美女猫变成了一只幸福的胖水桶。自那以后，大橘就带着宝宝在附近生活。为了感谢大婶的恩情，大橘每天都会送一些蛇和小杰瑞给大婶。不过这东西一般人可无福消受，大婶只能将猫咪的礼物丢了出去。后来细心的大橘发现大婶平时干活时总会找手套戴上，他便认定送手套的话恩人肯定喜欢。自此江湖上便多了一个神秘的手套大盗。大橘每天早晚都来回往返工地为大婶偷来手套，因为担心大婶不够用，深夜大橘还加班加点的去工作。很快猫咪对大姐的爱化成了一座手套小山。为了报答大婶的恩情，他几乎将附近工地的手套全部偷了过来。或许很多人觉得他的行为非常可笑，但对于一只流浪猫来说，他已经把自己能想到最好的礼物送给了你，为此不惜冒险去偷盗。猫咪的做法固然不对，但谁又会去责怪一只懂事且感恩的小猫咪呢？当得知大橘的事迹后，大婶是既感动又愧疚。她知道猫咪偷东西的行为是不对的，可这毕竟是猫咪的一番好意，也不忍责怪她。于是她将全部的手套洗干净晾晒后，就准备将它们物归原主，同时也希望能获得那些工人们的原谅。为了杜绝大橘继续外出偷盗，善良的大婶决定正式收养这个懂事的毛孩子，并且还为他准备了一个温馨的小窝。大橘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，自此金盆洗手，这个江湖上再也没有手套大盗的传说了。万物皆有灵性，虽然他们只是在尘世间苦苦求存的小动物，但他们也知道谁对自己好。也许你只花一部分的时间，而他们却将用一辈子回报于你。如果你愿意，他们更会去努力感动你的心。衷心祝愿每个流浪的生命都会被温柔以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只白头鹰屹立在寒冷的冰面上一动不动，此时室外温度已经低达-30多度，可白头鹰任凭冰冷的水花拍打着也不肯离开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随着寒冷的冬季降临，河流完全冰冻，这对野外生存的白头鹰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，因为它们想要寻找食物变得更加艰难。饿了好几天的白头鹰实在无法坚持下去，于是它决定冒险在冰封的河水中捕鱼。然而没想到在这极寒的天气里，它的羽毛沾湿后瞬间凝固成冰，任凭它如何用力都无法重新飞向天空，只能认命般的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。幸运的是，一位冬钓的大叔发现了它，经验丰富的大叔一眼就看出了白头鹰的窘境，于是急忙拿来毛毯准备施以援手。可心存警惕的白头鹰却并不明白大叔的善意，害怕的扑腾着翅膀一蹦一跳想要逃离。大叔为了防止其跌入水中，不得不再次向前。白头鹰面对越来越近的陌生人类，再次奋力扇动翅膀尝试逃离，但很快就因为疲惫而再也跑不动了。大叔心疼地用毯子包裹住他的身体，之后便将小家伙带回了家中。到家后，大叔谨慎地戴上厚实的手套，才敢打开笼子。要知道白头鹰可是实实在在的猛禽，稍不注意手掌就可能会被刀下一块肉。近距离观察后才发现，白头鹰尾部的羽毛已经全部冻成了冰雨。你别说，这冰雨看着十分震撼，还挺漂亮的。随后大叔提着白头鹰的双脚放在了地上，此时小家伙乖巧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似乎也意识到眼前的人类并无恶意。大叔发现它尾部还凝结着一块比拳头还大的冰球，有如此巨大冰球的拖累，也难怪白头鹰刚才被困住无法飞走。大叔夫妇尝试用手帮他把冰块剥离下来，
但冰块牢牢固定在白头鹰尾部，强行使用暴力的话，很可能会伤害到它的身体。那么这些冰块该怎么去除呢？随后大妈将白头鹰抱起来朝卫生间走去，来到洗漱盆前，打开水龙头，用温水不断冲洗着白头鹰尾部的冰块。白头鹰似乎也知道眼前的人类是在救助自己，全程一动不动，无比乖巧地配合着。随着温水一遍又一遍的冲刷，冰块渐渐有了融化的趋势，大妈则在一旁细心地剥离着融化的冰块，动作小心翼翼，生怕会弄疼了这个小家伙。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，他们终于将残留的冰块全部清理干净。由于之前冰块堵住了白头鹰屁股，心细的大叔还贴心地帮他擦拭掉残留的粪便，担心白头鹰会饿肚子，之后又给他投喂了一些新鲜的牛肉。小家伙毫不客气吃下了好心人提供的食物。虽然现在他身上的冰块全都被清除了，但大叔也不确定他是否能够重新适应野外生存，贸然将他放归自然并不是个很好的选择。因此大叔将白头鹰暂时寄养在自家农场里，打算这几天给他喂点肉食，补充一些营养，等到白头鹰完全恢复后再放归野外。几天的时间一晃而过，此时的白头鹰已经可以展翅飞翔。大叔夫妇也知道离别的时候到了，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完全达到了放飞的标准。大叔本打算用网将他网下来带出去，没想到小家伙在看到救命恩人后，竟然主动扑到了大叔怀里，乖巧的任由着大叔抱着自己一动不动。他一点都不担心大叔是否会伤害自己。附近的村民们也得知了今天是放生的日子，纷纷赶来围观这感人的一幕。众人敲锣打鼓，仪式感十足，上百人围在一起为白头鹰加油打气。白头鹰在大妈怀中感动无比，但这么隆重的场合，他也不想丢了面子。随着大妈松开手臂，白头鹰奋力展开双翅扑腾起来，在众人的欢送中飞向一望无际的天空，回到了真正属于他的家园。从最初的警惕到无条件的信任，接受人类的帮助，相信白头鹰会一直将大叔夫妇的恩情铭记于心，这将是他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经历。最后祝愿所有善良的好心人一生平安。这大概是我见过最硬核的叫起床方式。睡懒觉的女主被小企鹅扇了好几个大嘴巴子，蒙圈的女主此时一脸蒙圈，刚才梦中好像被什么玩意扇了好几巴掌。那么这只企鹅为什么如此的暴躁呢？原来刚刚小企鹅一大早睡醒，发现太阳都快晒屁股了，但主人怎么还没有给它准备早餐呢？摇摇晃晃走在房间里，左瞅瞅右瞧瞧，这才意识到主人压根就还没起床，更别说给它准备早餐了。这可把小企鹅给气得够呛，当初宝贝长宝贝短的把自己领回家，还说一生一世都会对宝贝好，可现在宝贝饿肚子了，你却不管。小企鹅是越想越来气，瞬间开启暴走模式，房间里顿时传出哒哒哒急促的脚步声，一路狂飙要去找女主算账。家里的猫咪察觉到不对劲，立即躲得远远的，生怕一个不小心会惹到这主，会无缘无故挨上个大嘴巴子。看到房间乱糟糟的场景，小企鹅瞬间愣住，床头还摆放着一双臭袜子，简直比狗窝还要狗窝。爱干净的小企鹅哪受得了这样的环境，先把床头的臭袜子给收拾收拾，心想咋就摊上了这么一个邋遢的主人。完事跳上床准备喊醒女主，可此时女主还沉浸在美梦中无法自拔，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到来。就当小企鹅准备喊她起床时，却突然发现床上还有件脏衣服。这一刻她内心简直快要崩溃了，暴躁的疯狂拍打着翅膀宣泄共鸣。不过生气归生气，但还是不情不愿地将脏衣服拽到了一边。对于一只爱干净有强迫症的小可爱来说，她的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。收拾一番后的小企鹅这才想起来此次的目的，她不是来叫主人起床准备早饭的吗？随即气嘟嘟地重新爬上床，靠近女主的后脑勺拱来拱去，让快点起床。可这一接近，小企鹅差点再次崩溃，就说谁家的主人10天都不洗头发，这一蹭给自己身上蹭一身的油。这一刻她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怒火，今天非得给你一个难忘的教训不可。接着大巴掌像不要命似的呼了出来，响亮的巴掌声瞬间充斥整个房间。女主垂死梦中惊坐起，捂着脑袋一时不知今夕是何年，缓了半天看见一旁的小企鹅才反应过来，大声斥责你这不是要吃早饭，分明是要造反。小企鹅理直气壮地站在枕头上，气嘟嘟地和女主对视，咋的，睡懒觉你还有理了不成？女主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谁让这是她自己要养的小可爱呢？接着企鹅把臭袜子丢在床前，示意女主赶紧起床给自己准备早饭，心想这个家要是没她迟早得散。女主一时间也弄不清自己是养了个宠物，还是请了个小祖宗回家，随即就想躺下继续睡个回笼觉，可却又发现床头有双眼睛正虎视眈眈盯着自己，这才不情不愿拿起袜子准备起床。一旁看热闹的猫咪内心直呼长见识了。小企鹅看主人磨磨唧唧的，又气冲冲的跳上了床，对视后发现主人似乎有点生气了，小家伙心虚的撇过小脑袋，一顿饱和顿顿饱他还是拎得清的，下一秒立即改变策略，贴到主人身上撒娇卖萌起来。人家肚子饿了，主人快点给宝贝搞早饭吃，这怕不是要成精了吧？面对这个厚脸皮的小可爱，女主也是非常无奈，然后便匆匆起床给爱宠准备今天的伙食，而这一地的鱼便是小家伙一天的口粮。在此不得不感叹，女主真的是家大业大呀，看到自己终于要吃到早饭了，小企鹅瞬间开心到飞起。
冲着主人嘎嘎嘎叫着表达感谢，钻到主人怀里给了个大大的拥抱，还时不时的走近跟女主亲热的贴贴。一套操作下来，女主的心瞬间融化了，早忘了之前企鹅粗暴喊自己起床的事，接着卖力的开始清理小鱼身上的鱼鳍，为自己的小可爱准备最丰盛的早餐。经过一个早上的忙碌，小企鹅终于如愿以偿吃上了美味的早中餐，吃饱喝足后又来到鱼缸中泡了个澡，畅游了一会泳，这小日子过得简直是太幸福了。这位大叔在山上的石缝里发现了几只小奶狗，走近观察后才发现居然是3只小狼崽，它们的眼睛都还没有睁开，看起来都还没有满月。大叔还在附近找到了一些成年狼的毛发，应该是狼妈妈遗留的，可此时狼妈妈却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为了小狼崽的安危，大叔选择在原地等待。正常来说，狼妈妈每隔4个小时就会哺乳孩子，可眼看着马上就要日落了，狼妈妈还是迟迟没有归来，这不免让人怀疑狼妈妈是不是出了意外。现在正处于寒冷的冬天，并且山里昼夜温差非常之大，没有狼妈妈的照顾，这些小狼崽不被饿死，晚上也会被活活冻死。如果就将它们丢在这里不管的话，肯定是死路一条。大叔只好将小狼崽装进袋子里，挂在马背上，准备先把它们带回家中。大叔家很朴素，世代以放牧为生，家里的几个孩子很喜欢3只小狼崽，孩子们一手抱着一只，现在小小的它们跟小狗一样可爱。由于小狼崽们正处于哺乳期，大叔赶紧弄了些新鲜的羊奶投喂。第一次这样喝奶的小狼崽有些不习惯，小主人的手法也是非常的粗鲁，最后弄得小家伙们满嘴都是。对于懵懂的他们来说，有奶便是娘，很快便把大叔一家当成了亲人，用4条小短腿蹒跚着爬到大叔的脚下，自此这里变成了他们的家。冬去春来，小狼崽们逐渐长大，褪去了当初那稚嫩的模样，已经可以明显看出狼的特征，还总是时不时嗷呜的叫唤。不过在大叔一家的照顾下，原本应该犀利凶狠的眼神，现在却多了几分温柔和谄媚，让他们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可怕。小主人每天都会带着他们出去玩耍奔跑，随着男孩的一声呼唤，3只小狼崽立即屁颠屁颠跑了过来，和之粘人的小狗狗似乎没什么两样。很快小狼崽的样貌又开始有了新的变化，不仅长出了锋利的獠牙，就连性格也变得警惕起来，骨子里那股狼的野性越来越明显。因为家里饲养着很多牛羊家畜，当他们看到小主人很费劲抱着小羊关进羊圈时，懂事的小狼崽居然朝着羊群龇牙咧嘴，露出了他那凶狠锋利的獠牙，似乎在警告小羊要乖乖听话。这就是狼的本性。尽管大叔一家一直对他们很友好，但还是无法做到彻底驯化他们。好在他们并没有展现出攻击人类的行为，相比较于野狼还是很温顺的，一顿饱和顿顿饱他们还是拎得清。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，曾经的小狼崽已经长大成年，期间虽多次暴露过野性，但一次都没有伤害过大叔一家人，现在依旧每天和小主人一起开心的玩耍。或许他们也知道没有大叔一家就没有现在的他们，但大叔知道他们并不属于这里，迟早要把他们放归自然，去过属于他们的生活。不过只要他们留在自己家一天，就还是这个家的一份子。大叔一家会一直把他们当成家人和朋友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表示支持。你们还记得这2只小老虎兄妹吗？他们的老虎妈妈产后抑郁，饲养员不得不将兄妹俩单独带出来饲养。由于他们俩不喝奶粉的原因，于是人们给他们找了个专职奶妈。这只黑狗现在正处于哺乳期，它的孩子全都因为意外不幸夭折，机缘巧合之下应聘成为了老虎的后妈。估计黑狗这辈子都没有想到，居然会有给老虎当妈的一天。或许是母爱本能使然，它完全不把小老虎当外人，甚至还格外的温柔，完全像一位合格的母亲一样悉心照顾着它们。现在狗妈整天都和2只小老虎腻歪在一起，不仅为它们随时提供奶水，还像个贴身保镖一样寸步不离保护小老虎。几天的相处中，狗妈越来越喜欢这2个孩子，有时候对着小老虎一舔就是半个小时，把小家伙都给整蒙圈了，露出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。被舔湿的毛发是狗妈妈对他们深深的爱。饲养员原本还担心物种不同会相处不好，如今看他们这么和睦也是非常欣慰，因此专门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单独的房间。很快黑狗就带着老虎兄妹住了进来，一家3口和谐有爱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可就在几天后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这天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，老虎兄妹俩同时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，并且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。饲养员见状赶忙联系了园区的医疗队，当医疗队赶到现场时，发现2只小老虎趴在地上已经蔫了。工作人员赶紧给小家伙做了常规的检查，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，只能提取了小老虎的排泄物准备带回去化验。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，他们也不敢妄下定论。此时黑狗妈妈在一旁心疼地看着小老虎，眼神里写满了内疚和担忧。她自责是不是自己没将孩子照顾好才会这样，目光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2个小家伙。很快到了第2天，2只小老虎症状已经好转了许多，但身体依然非常的虚弱。饲养员准备让他们吃一些奶补充点体力，但就在这时，他发现黑狗妈妈已经挤不出奶了。原来狗妈妈这2天已经到了回奶期，只是工作人员们都没有发现而已。眼看着2只小老虎都快饿虚脱了，饲养员连忙去给他们冲泡奶粉。
可打开奶粉罐子时，又回想起了之前小老虎死活不肯喝奶粉的画面，这不免让人们担忧起来。那么这次喂奶可以成功吗？饲养员将奶瓶递到小老虎的嘴里，起初小家伙本能的反抗起来，或许真的是饿坏了。当奶水流到它嘴里的时候，小老虎突然大口吸吮起来。原来不知不觉中，它们已经开始接受奶粉。现在黑狗已经没了奶水，也是时候把它交还给真正的主人了。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当黑狗看到主人来接自己后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。它仿佛也明白自己就要离开这里了，离开它的那2个孩子。在动物园这1个月的时间里，黑狗和2只小老虎已经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。它早已经把老虎兄妹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孩子。作为母亲的它，又怎么会舍得离开自己的孩子呢？在告别的日子里，他们彼此深情注视着对方，相互倾诉着内心的不舍，都希望对方能够留下来继续在一起生活。可最终还是被主人强行带走。2只小家伙也被强制推进了房间，他们挣扎着反复想要冲出来，嘶吼着希望狗妈妈不要丢下他们。同时另一边的黑狗也拽着绳子不愿离开，不管主人怎么用力拉扯，它都倔强地扭着脖子想要再次回到小老虎的身边。这一幕看得在场的所有人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没想到动物之间也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。在僵持了半个小时后，黑狗还是选择了妥协，和主人走出了动物园的大门。这一幕不禁想起他刚来这里的画面，来的时候他怀揣着恐惧不安的情绪，没想到离开的时候却留下了无尽的思念。这段感情虽然跨越了种族，但母爱从来都是没有种族之分的，这是他们彼此一辈子无法忘怀的回忆。不久后，饲养员带着小老虎来看他们的亲生妈妈，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小老虎不仅没有认出自己的虎妈妈，反而还奶凶朝着虎妈嘶吼挑衅。可当他们看到园区里的小狗时，却热情奔放地跑上前，友好地打起了招呼。这一幕看得所有人都哭笑不得。或许是在黑狗妈妈的影响下，老虎兄妹把自己也当成了一只小狗吧，又或许狗狗的样子让他们想起了最爱的黑狗妈妈。不得不说，真的是万物皆有灵性。8岁女孩对着一只猫咪哭得泣不成声，此刻的她完全无法压抑内心的情绪，因为她最好的朋友终于获救了。小女孩的身世很可怜，她的父亲因为车祸不幸离世，为了生存下去，母亲不得不在外打工。女孩被送回了乡下姥姥家，与城里父母长期陪伴的孩子相比，她显得格外的孤独和无助。看着那些有父母牵的小朋友，她只能蹲在一个孤零零的角落里偷偷掉眼泪。然而某一天，一只流浪的狸花猫闯入了她的世界。猫咪将自己的脑袋搭在小女孩的身上，想试图安慰小女孩。猫咪让女孩的心情突然好了起来，她开心地抱着流浪猫，这是她回村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拥抱的温暖。一人一猫似乎有着同样的经历，让他们能够在一起相互取暖，也让他们成为了一生的挚友，一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。可就在不久前，意外却突然发生了。女孩发现小花不幸被捕鼠器夹伤了前肢，她心疼地抱着小猫去寻求帮助。可猫咪刚被人们解救出来，她就马上带着伤逃离了现场。自此，小猫的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它开始不再相信人类，一直躲在一栋破旧房屋的屋檐下不愿出来，不想与任何人类有所接触，甚至就连小女孩也无法再靠近它。这让女孩十分的担忧着急。她了解猫咪和自己一样都是非常害怕孤独，因此每天一放学就会准时来这里陪伴她。可那件事似乎把小花的心伤透了，一直躲在缝隙里对女孩的到来避而不见。但女孩并没有想过放弃，尽管猫咪一直拒她于千里之外，女孩仍然每天会送来食物给她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小猫冰封的心似乎被女孩的温柔慢慢暖化。在听到女孩一声又一声的呼唤后，大胆地从屋檐下探出脑袋，然后小心翼翼享用起女孩准备的食物。这一变化让女孩很是激动，自己付出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。可这时小花发现有陌生人经过，立马又警惕地跑回屋檐下躲了起来。不过女孩并没有因此而气馁，之后的每一天都会如约来到这里。在女孩的陪伴下，小猫渐渐变得大胆起来，但每当女孩想要近距离接触它时，小猫还是会下意识后退躲避，迟迟不敢踏出那最后一步。这让女孩再也无法冷静，因为猫咪之前的伤势一直没能得到治疗。之后在好心邻居的帮助下，女孩顺着梯子爬上了屋顶，接着温柔地呼唤着小猫的名字。当听到小女孩一遍一遍的呼唤时，她终于鼓足勇气从屋檐下走出，小心翼翼来到了小女孩的身旁。她先跟小女孩碰了一下头，然后顺势躺在小女孩的旁边。在这么多天的相处和陪伴下，小猫也明白了女孩不会伤害自己，和往常一样和女孩撒起娇来。可当人们想对猫咪展开救助时，小花却又一次害怕地躲进了屋檐下。之后小女孩还是会每天来这里看她，每当听到女孩的呼唤声，小花就会激动地跑出来迎接，然后舒服地享受起女孩的抚摸。可她的内心却只对眼前的女孩敞开。兽医表示，小猫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，很可能会有残疾的风险，严重的话甚至将永远失去生存的能力。为了更好地让小花接受治疗，救援组设计了一个四周封闭的玻璃房，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猫咪的警惕。当小花听到女孩的呼唤声后，探出脑袋发现并没有女孩的身影，在原地思考了几秒后，她毫不犹豫选择外出寻找女孩。在女孩的引导下，毫无戒心地走入了陷阱之中。当笼门被关闭的那一刻，小猫发了疯一样拼命地用身体撞击铁门，
想努力地摆脱这似曾相识的牢笼。看到小花害怕恐惧的模样，女孩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情绪，心疼的嚎啕大哭起来。她也只是一个孩子啊！女孩一边哭一边安慰着受到惊吓的小猫，似乎是感受到女孩的情绪，暴躁不安的小猫逐渐平静了下来。女孩一直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。随后，小猫便被第一时间送去了附近的宠物医院。在治疗的过程中，小女孩一直陪伴在她身边。之后，小花的手术很顺利地成功了。时光荏苒，1年转眼即逝。救援组再次拜访了那个女孩和猫咪。此时，小猫的伤势已经完全愈合，不过还是一直生活在那栋房子的屋檐下。女孩依然不厌其烦，每天来看望她。猫咪也会第一时间上前迎接。这1年的时光也让他们之间的感情越发深厚。这时，屋檐下突然钻出了3只猫咪，这一幕把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原来当初的小猫已经当了妈妈，那只黑色的猫就是小花的丈夫，而另外2只小猫是他们爱情的结晶。然而最奇妙的是，其中1只小奶猫长得像黑猫爹，另一只则和小花一模一样。在这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。小花经常带着一大家子去女孩家串门，每天一大早打开窗户，女孩就能看见4只可爱的猫咪守在门口。曾经孤独的那个小女孩，在小猫咪们的陪伴下，现在脸上每天都挂满了最开心的笑容。之后，救援组送给了善良女孩一份特殊的礼物，他们买来了各式各样的玩具，在女孩家的屋顶上打造了一个猫咪乐园。小花一家4口都很喜欢这里，很快就陷入其中，玩得不亦乐乎。这里有着他们喜欢的人和物，相信他们的内心一定会感到很幸福吧。友谊并不仅仅只在人类之间存在，人与动物之间也同样存在深厚的友谊。猫咪像一束光治愈了那个孤独无助的小女孩，女孩同样也报之以理，用温柔的陪伴拯救了猫咪。这是一份双向奔赴且相互治愈的爱。衷心祝愿这个世上不再有孤独的生命。这位大叔趁农场主不在，竟然偷走了几枚巨蛋。起初以为他只是嘴馋，准备吃巨型荷包蛋。果然，当大叔将它们带回家后，便将蛋蛋挨个放进滚烫的热水里浸泡。这难道是为了预防煎蛋时的粘锅问题吗？由于巨蛋的外壳异常坚硬，无法轻易敲碎，因此大叔特意找来钻头给它们戳开了一个孔。然而，大叔这一系列看似准备吃蛋的残忍行为，其实都只是为了救助他们的一条小命。原来，大叔把它们带回家，压根就不是准备吃的，而是想要将它们孵化出来。这几枚蛋体型巨大，呈墨绿色，外壳上还有着突出的墨绿花纹。大叔很好奇里面会孵化出个什么动物来。为了能顺利孵化，大叔斥巨资买来一套孵化器。可是由于这些巨大的蛋蛋外壳太过坚硬，大叔连续孵化了多日都没有出现任何动静。正常的蛋可以通过光照来判断内部的情况，从而知道这枚蛋是否健康或者是否受精。然而这种蛋外壳的颜色太深，根本无法通过光照的方式来判断它是否健康。于是大叔才将它们放在温度适宜的水中，以此来判断内部是否存在活着的小生命。令人遗憾的是，6枚蛋中只有1枚展现出了生命的迹象。只见蛋在遇到温水后轻微摇晃起来，这表明这里面确实有着一只鲜活的小生命。而大叔之前拿着钻头给蛋壳钻孔的行为，是因为他发现当这枚鸟蛋听到口哨声后，居然奇迹般的晃动了几下身体，隐隐有破壳而出的趋势，但之后又不了了之，没了动静。大叔考虑到这种蛋的外壳太坚硬，担心里面的幼鸟无法成功破壳，因此采取了给蛋钻孔的策略。其实之前那些看似无厘头的行为，实际上是在挽救它们的生命。就这样，在大叔的一番操作下，几天后蛋壳果然多了一道细长的裂缝。看来今天就是这个神秘动物破壳而出的日子了。只见里面的小家伙不断地撬动自己的外壳，似乎狭小的空间让他很是难受，已经迫不及待要来到这个世界了。不过这还需要一个漫长且煎熬的过程。经过半天的努力，里面的小家伙已经露出了半个身体。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正常的雏鸟刚破壳都是光秃秃的，而这种鸟类居然刚出生就有着一身浓密的毛发。这让大叔更加好奇它到底是个什么种类了。期间大叔就一直耐心地陪伴在其左右，抚摸着小家伙的身体，为它加油打气。幼鸟破壳都是相当艰难且痛苦的过程，而这只幼鸟的蛋壳异常坚硬则更加困难。它不断的努力挣扎，回应着大叔的鼓励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成功破壳。看到这里，大叔帮它剥去残留的蛋白，这个小生命也真正顺利地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因为小家伙出生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叔，似乎将大叔当成了自己的妈妈，乖巧地依偎在大叔手心里，不吵也不闹。在大叔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仅仅1天的时间，这只幼鸟就已经能够独自下地走路找水喝。小家伙对大叔是无比的依赖和亲昵，无论大叔走到哪，它就跟到哪。尽管走起路来还有些踉踉跄跄，但也要努力跟上大叔的步伐，时时刻刻都想黏在大叔的身边。之后在大叔几个月的悉心照料下，当初那个小可爱竟然已经长得快比大叔还要高了，没有愧对自己当初那枚体型巨大的蛋。不过看到最后，我还是没搞明白，这种体型酷似鸵鸟又酷似羽暴龙的小家伙，到底是个什么动物呢？这大概是我见过混得最惨的猴子。猴哥本以为应聘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，从此吃喝不愁，走向猴生巅峰指日可待。
可没想到无良老板让他干着爬上爬下的高危工作不说，每天仅提供2根香蕉的微薄薪资，甚至还不给猴哥上保险。一旦工作稍有失误，就会血本无归。上岗第一天自然少不了岗前培训的环节。起初心大的猴哥捧着桃啃得贼香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接下来要面对什么。只见小哥将一枚椰子挂在树杈上，随后教导猴哥怎么把椰子从树上扒拉下来。初次工作的猴哥还爬上爬下，不太想干活，心想老板安排了你不想干的事情，该怎么拒绝？在线等，挺急的。不过小哥可不惯着他，表示吃了我的桃就是我的猴，二话不说拿出宝剑示意猴哥自己看着办。在无良老板的压榨下，猴哥不情不愿地动起手来。小哥一边指导一边讲述着公司的企业文化，那就是椰不走空，只要是椰子就必须给我摘下来，我不管你怎么做，我只要看最终的结果。经过一番训练，猴哥终于将椰子赚了下来。岗前培训工作也正式结束，正所谓养猴一时，用猴千日。接下来小哥当然是要带着他去实战了，毕竟猴哥现在可是通往财富之门的钥匙。就这样，猴哥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被主人拉上车了，混得比家里的一条狗还要惨。心想下辈子还不如当条狗混吃等死。幽怨地望向黑心老板，却敢怒不敢言。小哥骑车带着猴哥一路风驰电掣，路过的行人纷纷投来怜悯的目光，寻思这又是谁家的倒霉猴子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实地作战的场地，望着一排排高达20多米的椰子树，猴哥差点吓得腿都快软了，后悔入职前没有强烈要求老板购买保险。原来这里是东南亚，是世界上椰子最大的产地，每年都会向外出口大量的椰子，为当地椰农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益。但面对几十米高的椰树，拿着长杆很难操控，攀爬高大的椰子树对人类来说也非常危险。因此这里的人开始训练猴子上树采摘椰子，可以有效地避免人类的危险，提高工作效率。由于担心猴哥会中途罢工甚至辞职，于是小哥特意在猴哥腰部拴了根绳子。这下子猴哥就是想辞职回家都做不到了，只能乖乖听话爬上椰树，任劳任怨地摘起了椰子。因为之前培训的缘故，猴哥很轻松就摘下了第一枚椰子。接连采摘了好几个椰子的猴哥已经手酸胳膊疼，刚想着停下来休息准备摸会儿鱼，可没想到下面黑心老板的催促声率先传来，猴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。猴哥无奈下只能继续卖力地摘起了椰子，随着一枚又一枚的椰子从树上掉落而下，猴哥对摘椰子的技巧已经掌握得炉火纯青，相信他很快就能成为公司最优秀的椰子采摘师。期待着表现好一点，老板能给自己发个奖金。于是猴哥就越干越来劲，仅仅不到20分钟的时间，一棵树上成熟的椰子就全被他摘完了。没准你喝过的椰子汁就是一只猴子摘下来的。望着一地的椰子，小哥笑得合不拢嘴。他很满意猴哥的工作效率。作为一名成熟的老板，小哥深懂用猴之道，二话不说奖励了猴哥1根香蕉和1个桃，又给猴哥画了一张又大又圆的饼，鼓励只要猴哥以后继续卖力干活的话，以后有机会让他带新员工，说不定还能给个主管的位置让猴哥当。只要继续卖力的给我采摘椰子，升职加薪，走向猴生巅峰不是梦。就这样，猴哥带着美好的憧憬和黑心老板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一路上猴哥左摇右晃，看起来还挺开心的。那么你觉得训练猴子采摘椰子是对是错呢？大叔在自家后院捡到了2枚鸟蛋，不过这蛋居然比指甲盖还要小，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鸟类的蛋。原来前一晚这里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，因此大叔早上决定清理一下凌乱不堪的杂物间，没想到却意外发现了一个特别的鸟窝，估计是被昨晚的大风刮到这里的。在鸟窝里还发现了2枚奇小无比的鸟蛋，将它们丢在这里不管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。于是大叔便将2枚鸟蛋带回屋子里，放进温度适宜的孵化箱里，准备进行人工孵化，想要看看这么小的鸟蛋里会孵出个什么东西。之后大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查看一下，期间不停地给鸟蛋翻面，确保受热均匀。几天后，大叔拿出鸟蛋打算查看一下情况，在电筒的照射下，第1枚蛋呈现出完全透明的状态，很显然并没有受精成功。当大叔怀疑2枚蛋都是坏蛋时，没想到第2枚鸟蛋却给了大叔惊喜，清晰可见的血丝在蛋壳里轻微浮动，这表明着里面有一只正在孕育的小生命。大叔多日来的努力并没有白费，经过721天的孵化，幼鸟在大叔细心照顾下顺利破壳而出。大叔迫不及待就想要展示努力的成果，可刚出生的小家伙长得又小又潦草，全身光溜溜的，唯独头顶上有一撮毛发。而接下来才是对大叔真正的考验，他要怎么才能把这么小的幼鸟养活呢？于是大叔连忙外出寻找幼鸟的食物。由于小家伙的体格实在太小了，大叔只能抓些花苞上的小蚜虫。好在给幼鸟的第一次投喂非常顺利，这让大叔越来越有信心把它养活。可随之而来的情况让大叔更加头疼。别看幼鸟身体小，但胃口却大得出奇，刚进食没几分钟又饿了，吵着要吃的。大叔只能马不停蹄继续去寻找食物来投喂。等大叔找来食物将幼鸟再次喂饱后，不出意外10分钟后小家伙又饿了，而且小鸟还没有大叔的拇指大，稍微大一点的昆虫还喂不进去，所以只能用小工具耐心的来给它喂食。每次操作起来都相当的吃力。
最主要的是小家伙的肚子就像个无底洞一样，大叔必须每隔10分钟就投喂一次，一旦稍微慢了几分钟，幼鸟就会虚脱的躺在窝里。近距离观察发现幼鸟身上一根毛都没有，唯独小脑袋瓜上顶着一撮毛，小年纪就拥有了一顶爆炸头，看起来有些许可爱又有些许潦草，真不知道它长大了会是个什么模样。为了确保幼鸟每天的食物充足，大叔从早到晚都拿着一个网兜在外面转悠，每天不是在抓虫子，就是在去抓虫子的路上。这几天都快把附近的虫子扫荡光了。周围的邻居都还以为大叔是中邪了，可毕竟家里那个小吃货每隔10分钟就会饿，大叔粗略计算了下一天要投喂80次以上，在此不得不佩服大叔的毅力。看到吃饱后的幼鸟乖乖睡觉的模样，大叔欣慰地摸摸它的爆炸头，觉得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。在大叔悉心照料下，幼鸟一天天的长大，之前光秃秃的身体长出了一身黑色的羽毛，如今它和大叔的感情越来越深厚。只要大叔一伸手，他就主动张开嘴，明白干饭时间到了。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昔日的小幼鸟变得羽翼丰满起来。大叔带着它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等到它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时，大叔就放它回归自然，过属于它的生活。虽然小家伙头顶的一大撮黑毛不见了，但脑袋两侧清晰可见几缕长长的白色毛发。那么你现在能看出它是个什么鸟了吗？